太晨宫的后花园容纳四季之景，此处为寒镜湖。帝君和凤九落地后，松开了他的手。凤九知觉气温骤降，尤其脚底的寒意一阵阵传来。他低头一看，他与帝君正站在湖心冰面上，偌大的湖面只有他们两人，周围群山环绕。凤九惊讶地望着帝君，对方却不以为意地继续说道：“用你的仙气保护自己。”帝君在凤九眼前做了个示范，调度自己的仙泽瞬间覆盖周身，微微莹亮。凤九随着帝君的这3日，当真是开了不少眼界，竟不知仙气还有这种玩法。他试着依葫芦画瓢调度自己的仙泽，虽然覆盖的进度缓慢，但好歹还是把自己包完整了。有仙泽的保护层，身子也不那么冷了。但凤九却被帝君从腰带里掉出的一撮火红的毛吸引了。这配饰他曾在天君的寿宴上见过帝君佩戴一次，可当时情况复杂，没机会仔细查看。今日看来，那配饰原是被帝君掖在腰带里，现在帝君的仙泽带着衣衫翻涌，玉佩带着尾坠，自然而然地滑了出来。凤九眼神里似有欣喜，帝君腰间佩戴的可是凤九之尾。帝君扬了扬眉毛，低头看腰间一眼，略一沉吟，他的声音很平静：“不是。”凤九的欣喜被他冰冷的声音浇灭了一半，但他还是不死心：“可否让我过目？”帝君微微侧身，凤九看不见他腰间的配饰了，只听帝君说：“你的仙泽不稳，背后需要加固。既然不是我的狐尾，给我玩一下又何妨？”凤九就是不接帝君的话题，伸手绕过帝君，准备抢下来。放肆！帝君的声音十分威严，仙泽一震，弹开了凤九。凤九跌坐冰面上，想起从前他抢帝君手里的卷轴时，帝君不过略微高举手臂躲闪，还给了他一记敲头杀。而今果然是时过境迁了。凤九感觉自己无法再催眠自己了，第六感也有不准的时候吧。他是当真对他无情无义了，但他终究不甘心，持着心底最后的星火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那你腰上的是什么？”“寻常的毛绒饰品罢了。”帝君淡淡地说。凤九还是不肯完全相信，追问道：“那当初我那一尾去了何处？”“3生石离诛仙台那么近，跌落凡尘化灰了，也未可知。”“我不信。”凤九哀伤地自言自语，可他明白帝君说的是实话，连神仙在诛仙台法力都受到压制，如若那一尾长留在诛仙台，不消跌落凡尘，在原处就可风蚀羽化。帝君不再与他言语，自行走开一段距离，伸手召唤。只见远处飞苍河溅，帝君顺势接住，转腕挥剑，冰面上幽蓝的剑气回旋飞舞，坚固的冰层逐渐被钻出一个洞，待到洞口有10尺宽，帝君停止了剑气，被卷到高空的碎冰已搅成了雪沫，在帝君剑气所指时静止片刻，随后纷纷扬扬地飘落。凤九第一次见到雪，漫天纷飞的雪花映满眼帘，他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接。雪花触到他的仙泽外衣时，发出轻微灵动的声响，银光一闪，涣散不见。凤九情不自禁地迈开了步子，雪花犹如帘幕，他全神贯注地追着雪花，想接住一朵，玉手所及之处却终是抓空。终于手触到了什么，凤九收拢了手指，但雪花细密，他看不太清楚。所有雪花骤然落地，凤九这才看见帝君近在咫尺，差点撞上。方才他不知不觉中走了挺远，帝君白衣白发和雪花融为一体，他竟没有留意到。凤九低头看看手，指尖缠绕的他的银发，不由得一愣，抬头看帝君，发现他正俯视着他，剑眉星目，眼神不带温度。凤九立马害怕地收回了手。东华面色沉静，像是一切都没发生过。随我来。说罢，他一跃而起，从空中俯冲进寒镜湖里。凤九愣了神，他有些胆怯，这冰天雪地本就已寒气逼人，若是进到水里，只怕他白凤九立马会变成一根冰糖狐狸。但看到帝君那般自然地跃入水中，他又觉得干杵在冰面也不妥。算了，横竖一条命，你跳我也跳。凤九一头扎进冰凉的湖水里，有仙泽护体，寒冷的湖水也柔和许多。帝君的身影在前方悬浮，见他入水，转身向湖水更深处游去，身后的气泡泛着光，形成一道长长的轨迹，在幽暗的湖水中格外显眼。
凤九试着动了动身子，水中阻力随着深度增加越来越大，他不得不增加了仙法的输出量，使劲才能跟上帝君。却见帝君在深水中停下，与他遥遥对望。湖中有半透明的荧光鱼穿梭在他俩中间，对他们并不十分避让。浮游的软体精灵在水中惬意地耸动着身体前行，炫色不断在他们身上轮转，如梦如幻。凤九没想到素净的冰层之下有这般丰富的色彩，难怪她做婢女时说太晨宫没什么美景，帝君会奇怪。眼下帝君带她来这么美的地方，是要满足她几百年前的心愿吗？凤九的眼神柔柔地拂过帝君面颊，却见帝君手里灵光一闪，举起了剑。凤九美梦破灭，不是吧？又来？她差点忘了帝君手里还有把剑。帝君出剑十分迅速，凤九险些躲闪不及。他瞥到一边去的时候，保护膜晃动了一些，局部地方变得稀薄。凤九慌忙从手中凝出些仙气，胡乱涂布在薄弱之处。这边用仙法边移动身体，着实吃力啊！帝君剑锋一转，再度向凤九袭来，简直不让人有喘息之机了。凤九怨念地想，这才是战场上必备的素养吧。凤九连着向水面攀升一截，才躲过了帝君的第二次出击。可他还没来得及刹住车，帝君已跃然他头顶，从水面向他刺来。他身后是光亮的水面，帝君的身影像个剪影，凤九压根看不清楚招式。就这样，帝君手里的剑落在了凤九的脖子上停住。你死了，帝君缓缓地说。凤九有些泄气，他忽然想到了什么，这不公平。帝君拿着剑，可我什么也没有。帝君不屑地答道，幼稚，战场上谈何公平。凤九被呛得无话可说，此路不通，就换条路吧。凤九装作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娇嗔道，嘤，帝君这是在欺负九儿。我就是欺负你了，有意见？东华扬着眉毛，无奈地转头不看凤九，脸皮真厚，还真是软硬不吃。凤九奈何不了帝君，不服气地埋怨了句，帝君不讲道理，你不就是这么对阿离介绍我的吗？帝君回过头揶揄道。凤九惊讶不已，昨天他那么小声地说话，难道全被帝君听到了？帝君继续嘲讽凤九，有本事你就自己召唤个武器来。凤九眨巴下眼，青丘离九重天那么远，他召唤不了那么远距离。这荒郊野岭的，他能从哪里变个武器出来吗？自己的功力又没到那一级别，不像帝君的法力可以直接变成巨型之物，还那么坚韧锋利。突然凤九想起了什么，微微一笑，那就试一试吧。凤九结了个手势，帝君腰间的尾坠忽然泛起一圈红色灵光，灵光从头到尾扫过红色毛雾后，那尾坠忽而变成一把匕首，刺向帝君胸膛，伴随着凤九的声音，你忘了九尾狐的每一尾都能化成一件法器吗？凤九看到帝君佩戴的果然是自己的断尾，甜到心底，心想，叫你骗我，给你的颜色瞧瞧。话说帝君完全没料到凤九会用这一招，是他大意了。仙泽虽能护体，但都是抵挡外来攻击，这从内侧发起的进攻逼得他难得一见的紧迫起来。他情急之下用手一挡，击中匕首，自己的仙气迸射开来，横扫一切，周围的鱼四散而逃。凤九在深水中控制护体仙泽已属不易，他勉强用法力对帝君出击，眼下帝君的仙气横扫，他无力抵挡，被震碎了护体仙泽。冰凉的湖水淹没了凤九，他挣扎着呛了几口水，随即咕咚咕咚地吐着气泡下沉。帝君心中一惊，全然没想过自己会被凤九逼得乱了阵脚，刚才出手没控制好力度，不慎伤了他。帝君迅速游向下沉的凤九，抱紧了他。练习的地方在深水处，如果迅速上浮，水压骤变会让体内仙气凌乱，造成凶险。帝君只得与凤九缓缓上升，但眼下凤九已经呛了水，怕是坚持不到浮上水面。凤九意识模糊，知觉残留之际，感觉自己的唇像是被温柔地衔住了，氧气徐徐吐入，缓解了他的窒息。凤九醒来时，认出自己在太晨宫的榻上，身上盖着锦被。当初他装作一身伤躺的就是这里，怎会不记得？凤九慌忙起身时摸到了自己的衣袖，
他依稀记得自己在水中浑身湿透，现在衣服却是干的。我用仙法驱散了你衣服上的水。帝君坐在一侧，拿着本书悠闲地读着。我怎么了？凤九不太明白现在的境况。在水里冻晕了。凤九闻言，尴尬地撇了撇嘴。九重天没有夜晚，他不知道时候，又问道：那我睡了多久？有一会儿了。帝君仍在看书，瞟都没有瞟一眼凤九。凤九总觉得脑海里漂浮着自己被帝君拥吻的画面，挥之不去。想到自己晕死之际的幻觉竟然这样露骨，不禁红了脸。但那真的是幻觉吗？凤九心下疑惑，于是他试探着问：帝君方才可是又救了我？看样子你已经休息好了，继续练吧。帝君收起了书卷，站起来。还真是严格的没有人情味啊。凤九腹诽一番，只得起身。但转念一想，帝君竟然随身带着他的狐尾，又满心欢喜地跟着帝君出了殿堂。东华回过身来的时候，迎上的正是凤九深邃的目光，但他并没有回应他，只是淡淡地对他说：最后一项是在空中结合仙法与体术，这是用的最多的技能。帝君说完，缓缓抬升，脱离了地面。从凤九眼前晃过的时候，凤九发现他腰间的尾坠不见了。凤九神情一凛，升起一种不妙的感觉。转而一想，定是帝君不会没事把别人的武器带在身上威胁自己的缘故吧。帝君，你的心究竟是怎样的呢？凤九跟着帝君缓缓而生。风起，佛林花瓣漫天飞舞，打得凤九快睁不开眼。凤九迎风追着帝君的身影，莫名就有了泪意。可有什么好哭的呢？可是哭又能怎样呢？难道他为他流的泪还不够多吗？凤九紧闭着双眼，摇摇头，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。现在是在练功呢，要专心。凤九竭力把思绪拉回来。他望向帝君，想着这3天都是自己站定了，等帝君出招，为什么不试试主动呢？凤九突然加速，准备从背后突袭帝君，指尖已经聚好了灵力，就等着近身一击。凤九屏气凝神，东华的身影越来越近。突然帝君一个转身，衣衫飘过时露出他手中的剑，剑端直指凤九心窝。凤九一个急刹，帝君的剑在离他心窝1寸的具体停住。如若凤九再慢点，等着他的就是一剑穿心。不错，有进步。帝君的口气隐含嘉奖，接着说：但还是死了。凤九估算着帝君出击的时间和速度，心想莫不是早就被你看穿了我的打算，就等着我送上门了？反正已经这样失败了，就送得彻底一点吧，我就不信你不心疼我。凤九突然向前迈了一步，胸口抵上了帝君的剑，眼里燃着复杂的光芒。帝君显然很意外，苍河剑何其锋利，他握剑的手微微退了点。凤九接着跟上，继续用胸口对着尖端，剑锋已经将他的衣衫顶得微凹。帝君想要抽回剑，又怕往其他方向动会划着凤九，只得在原路退了点。凤九见状，继续紧逼一步，接着将自己的手指贴在帝君的脖子上，说：现在你也死了。帝君。凤九得意的一笑，开心地围着帝君转了个圈，嚷嚷着：我终于碰到你了。东华在上午凤九召唤狐尾法器的时候，觉得凤九当上女君之后似乎智力见长，可眼下凤九这般举止，又让他觉得凤九见长的不只有智力，更有脸皮。这到底是跟谁学的呢？帝君无奈道：休要胡闹。边说着边准备把苍河剑收起来。凤九见状，连忙对帝君说：可以让我试下剑法吗？不等帝君回答，他的手已经附上了帝君握剑的手。帝君一颤，松了手。凤九接过苍河剑，满意地瞧了半天道：这几日老剑你用这把剑果然挺轻的吗？什么材料铸成的？边说着又用手指弹了弹剑身，声音清脆，看样子是把好剑。帝君心想：你竟不认得这把随了我数十万年的剑吗？你的历史课是怎么上的？帝君转念一想，也罢，四海八荒都太平了这么多年了，凤九与他相识的这1000年里，若不是因为教学需要，他还真没在他面前配过剑，不认得也正常。帝君伸手准备拿回苍河剑，却见凤九早有预料，脚下一滑躲开了，抛下一句话：
有本事来追我呀！就转身飞进了云海。胆肥了！帝君感慨一句，仔细端详一番凤九腾飞而去的功力，发现他这几日的进步确实很大。帝君叹了口气，随着他飞进了云中。刚一进入云里，剑光一闪，朝他左肩劈来。帝君一个侧身，手伸进云里，提着凤九的脖子把他拎了出来。凤九垂头丧气地站在帝君面前，他一把还没完成功，就被抓了个现行。凤九打算乖乖地把剑归还给主人，却听见帝君自信地说：“要追也是你追我。”凤九，他抬头看看四周，帝君果然不知道哪去了。凤九茫然地在云海里飞了一阵子，寻不到丝毫帝君的痕迹。忽然，不远处隐约有个身影一晃而过。哼，还想跑？凤九得意地一笑，挥剑径直向他腾飞而去。那身影意识到了凤九的靠近，迅速一把夺过凤九的剑，同时一手反扣住凤九的手腕，将他按得跪在云端。凤九刚要埋怨帝君出手太狠，一抬头看见墨渊的脸。凤九打了个趔趄，刚才自己袭击的是战神吗？他吓得不敢动弹，想解释，却连话都说不出来。东华瞬间落在凤九身旁，看着墨渊钳着凤九的手，又看看墨渊。墨渊对上东华的目光，松开了手。你连我都能错认？东华低头询问着凤九，算是替凤九解释过了。凤九这才反应过来，窸窸窣窣跪走着躲到了帝君身后，又抓着帝君的衣袖，怯怯地探出半个头来对墨渊说：“墨渊上神，方才是我认错人，没想到上神会在此出现。凤九向您道歉了。”说罢又缩到了帝君背后不敢出来，悲催地觉得这次真是惹到了最不能惹的人头上。我来找你有事。墨渊归还了苍河剑。凤九听见墨渊的回答，不由得抖了抖，真的来找我算账啊？完蛋了！帝君收起剑答道：“那就回殿内一叙。”说罢与墨渊一同匀速下降。凤九这才意识到墨渊是来找帝君的，他们压根就没把凤九的袭击当回事。凤九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人，不知道要不要跟上两位的步伐，却听帝君一声走了，再唤他，只得急忙跟上。殿内，帝君与墨渊相对而坐。凤九不知道自己为何被叫到这里，但他方才做了亏心事，此刻只想能离墨渊远一点。于是他挪到帝君的身后，在离他半步远的侧后方跪坐，偷偷瞟一眼墨渊，发现上神看见他坐下，诧异的神色在他脸上一闪而过，又恢复了平静。什么事让你一立完结就回来了？帝君问道。此时太晨宫的宫娥已进入殿内侍奉茶水，见到凤九坐在帝君身旁，皆是一脸惊诧，但他们还是迅速敛去了意外之色，若无其事地奉茶。司命在何处？墨渊并不回答东华的问话。且说那司命一听说墨渊驾临太晨宫，知道定会找自己，已在殿外恭候。听到墨渊点名，连忙进了帝君书房，小仙在此。话说那墨渊在凡间度过了凄苦的一生，历劫归来仍心有戚戚。你的命不导师写得好。墨渊淡淡地说。司命听不出他是在夸他还是什么的，不敢答话。帝君见司命为难，就开口问道：此话怎讲？我的修为已经恢复了9成。墨渊喝了口茶。司命惊讶地抬头，神仙历劫一般都增加1-2成的修为，墨渊上神竟然一次性恢复这么多，看来帝君待他果然不薄。司命向帝君看了一眼，却见凤九坐在他身旁稍后的位置，不由得一惊，盯着看了一会儿，又垂下眼帘。凤九心里奇怪，自己坐在这里又何不妥吗？怎么大家一个个都这个神情？忽然他想到了什么，他在民风不羁的青丘待久了，竟忘了天族规矩森严。此刻他所跪坐的位置，按规矩得是后妃才能上座的。想到此处，凤九突然如坐针毡，打算趁着没人注意他，悄悄划开一段距离。墨渊接着说：司命星君的出品果然不凡。司命连忙恭维上司：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这都是帝君看在与您深交的份上，特殊关照的。墨渊闻言看了帝君一眼。凤九逮着他们说话的机会稍微起身一点，动了动左脚，发觉有些麻，又转移重心，打算挪一下右脚。这才刚把右脚往外伸出去一点，
帝君就回头望着他问：“你哪里不舒服吗？”“没有。”凤九连忙回答。“那就坐好。”帝君的声音十分威严，凤九不敢抗拒，只得原地坐定。也许帝君这种不理俗世的神仙，对繁琐的规矩也不太懂吧。帝君转而接着墨渊的话说下去：“你是战神，这法力必须尽快恢复，以震慑四海八方。我不过为大局着想罢了。”接着自审说：“这星君的出品看来不太稳定，当年我历劫归来，法力可是丢了90%。”说罢看了一眼司命，司命在目光对视的瞬间低下了头，心想：怪我了，不都是因为你老人家动了心吗？嗨，夜夜留宿。司命并不知道他一直低着头是个无比正确的决定，不然他抬头就可以看见帝君他老人家狠狠剜他的眼神。